那些爆紅名店，我小時候真的沒吃過啊！回娘家嘍！今天不只是陪太太回三重，更是一場挑戰網絡美食的尋根之旅。你知道嗎？身為土生土長的三重女兒，太太家門口全是網絡激推，排隊排到天荒地老的指標名店。但她竟然語出驚人的說，這幾間我從小到大都沒吃過。這集有些名氣雖大，但對於在地人來說，記憶自有無可取代的那一位。今天我們就帶大家深入三重，開箱這些娘家門口最熟悉的陌生美食吧。又快到过年的時候了，每到過年期間呢，回娘家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。那我今天呢，就想說帶大家來吃我娘家附近的美食，我從小吃到大的回憶。今天帶大家吃的美食呢，都是我私心最愛，真的是從小吃到大。但是我覺得推薦給大家，大家不一定會覺得它是最好吃的。可是呢，就像大家推薦的我家巷口美食一樣，自己覺得最好吃是最重要的。然後大家不要猜他住哪邊了，就這附近而已，很近很近。所以在這邊走一走啊，這邊是例行市場。會碰到我媽啦，不會碰到我。哦，對，不一定啊，過年的時候搞不好會碰到你。比較少。我們第一家呢，帶大家來吃我這童年裡面吃最多的小吃，就是這家米粉湯。它在 Google Maps 上面的名稱呢，也叫做米粉湯而已。那它是在例行市場裡面的安慶街口。我跟你講，每到了過年的前幾天呢，例行市场它就会整個封路。你平常看哦，你看哦，現在就是機車啊、汽車都非常多，對不對？可是過年前2天的時候呢，你就是只有人可以進來，機車都不能進來。好，我们來吃吃看吧。我以前都是這樣子點的，乾的米苔目，然後跟老闆說一定要加紅色的醬，接着呢再來一份粉腸。好，先來試試看，它看起來蠻 Q 的感覺。哇，它的米苔目啊非常的 Q， 我一吃回憶就湧上來。它的甜辣醬呢是屬於不怎麼辣的那種醬，所以我小時候呢就是都會跟我爸說，哎，你要去買，那我要加那個紅色的醬，都是這樣講。它這個麵條啊，軟 Q 軟滑的感覺。它有一點麻糬的那種感覺，像那個高家莊那種米苔目。沒錯。可是我覺得它的那個八醬的能力啊，比高家莊的還猛，所以哇，大家可以來吃這一碗很香很香。這碗米粉湯也是超級讚的，可是我小時候比較不會點，然後長大之後呢，到處去外面吃就知道，原來我們家巷口的米粉湯就是這麼好吃的。它的米粉哦，非常的粗的。那天呢，你高雄的同學來我們家，然後跟我們講說，他小時候覺得米粉湯它就應該要是細的米粉，可是來到台北呢，就是怎麼都是粗的米粉。然後這個米粉呢，說真的又比一般在外面看到的還要再稍微更粗一點，它的大骨湯非常的濃郁。再來是我小時候最喜歡吃的粉腸。也是一樣，長大之後呢，到外面去才知道說，不是所有的黑白切都可以吃到粉腸。它這個口感呢，做得恰到好處，軟嫩的，然後不會說，就是咬下去咬不斷這樣子。我還點了一盤豬舌，這豬舌呢切得非常厚實，很脆甜啊，咬下去超好吃的。原來最好吃的東西就在你家附近。油豆腐也是我小時候會點的，當時呢就是身上不會花太多錢去吃一餐，然後而且我現在想起來，當時呢我的那個米苔目一碗是30塊，現在已經變成40塊，沒想到我也可以講這句話。那你為什麼一來就點油豆腐？油豆腐好吃便宜啊！哦，這個蘿蔔是我點的，因為我看起來就覺得很好吃，果真的很甜，很甜。而且它這一夾就對，我最喜歡這種，有夠甜，不錯，這蘿蔔絕對可以點。今天看老闆已經都是陌生的面孔了，我應該是從前2代就吃到現在了。我這次回來，除了回憶小時候的味道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，就是趁着過年前來幫我爸媽把床換掉。上次我媽來我們家呢，跟我說我們家的床很好睡，所以我就想趁這個機會也送一張給他們。媽，床擺好了，你過來看，你試試看。
我跟你說，這就是你上次在我家睡到的那張床。這個牌子啊，它叫做德國 A 嘛，它在歐洲賣得很好，而且得獎得很多。但是我跟你講，我覺得它最厲害的是可以減少2個人吵架的幾率。像我們一個人怕冷，一個人怕熱啊。夏天的時候真的是整個晚上都在調冷氣的溫度。但自從換了這張床之後呢，因為它會自動調節溫度，讓你睡在一個恆溫的環境裡，從頭到腳都舒舒服服的，就是一個冬暖夏涼的感覺。我們就真的再也沒有為了冷氣的溫度而吵過架了。還有，他睡覺很喜歡翻來翻去，有時候動作太大把我吵醒，我就會很生氣，很想踢他。但你看這張床，我怎麼翻，旁邊的水杯都不會倒。現在我們睡覺呢，想怎麼翻就怎麼翻，完全不用擔心會影響到對方。再來是它的支撐性跟包覆性都很好，不管你是什麼亂七八糟的睡姿，它都可以完整支撐你的身體，讓你怎麼睡都是一條線。而且 A 瑪的記憶棉是屬於慢回彈類型，不會有反作用力，就像水一樣貼合身體曲線，把壓力吸附掉，就不會無緣無故睡起來腰酸背痛。睡得好，心情就好，2個人就不會沒事亂吵架啦。然後你還可以搭配石墨烯黑鑽記憶枕，它這裡面呢是一層一層的，可以依照你個人喜好去調整軟硬高低。床墊外層布套，還有加購的保潔墊都可以直接丟洗衣機清洗，是不是比你旁邊那個人還要貼心啊？我跟你講，我買德國 A 瑪給你們，是因為它有100天的免費試睡。那如果你睡不習慣的話，是可以退掉的。但我自己是一睡就回不去了啦。而且呢，它還有全台免運、10年保護跟分期零利率，我覺得這樣買起来很方便，很有彈性。現在官網有新年優惠55折，記得輸入我們的優惠折扣碼 CHILL2026 就可以再打9折，等於5折就可以換新床哦。優惠鏈接我們已經放在置頂留言以及資訊欄裡面了，那就請大家多多參考，睡好床過好年，祝大家新年快樂哦！這一間是5燈獎3重很有名的滷肉飯、豬腳飯。我剛剛問我媽說，你都買哪一間？因為其實3重有2間，一間在正義北路，一間在自強路。那我們今天呢來吃的是剛翻新過的自強路的店。那我媽說她以前都買正義北路那一間。那其實正義北路那一間呢，它是比較老店，但自強路這一間呢，它其實也開了快要30年了哦。我點的是內用的腿庫飯套餐。我剛在點餐的時候，回憶全部都上來。我現在想起来，為什麼我們以前吃5燈獎總是在家裡吃，因為它內用跟外帶的價格呢是差蠻多的。所以基本上呢，你只要住在3重的人呢，大概都會是外帶，比較不會是選擇內用。現在這個5燈獎已經不是我認識的那個樣子了。怎麼說？因為這個很新啊。可是你不覺得這樣做起來比較舒服嗎？是啊。給大家看一下腿庫飯套餐的內容：腿庫，然後筍絲跟高麗菜，1碗滷肉飯，還有辣蘿蔔，然後還有金針花湯。那有一些東西是你可以選擇的，比如說這個湯呢，它可以換成味噌湯啊。那我另外還點了一個油豆腐20塊，這樣子哦，這個套餐就要235元。可是如果你是點外帶的腿庫飯便當的話呢，少了一個湯，可是好像只要130元而已，真的差蠻多的。記憶中的那種滷汁的味道又回來了，太開心了。它非常的經典，但是其實這邊腿庫飯我很愛吃腿庫飯，所以這附近的腿庫飯我都有吃過。其實我最愛的是光心。說來也是蠻慚愧的，其實在認識你之前呢，我只有吃過5燈獎，後面其他東西都是你帶我去吃的。對，你家住在金大，走路2分鐘的距離，你沒有吃過。我一天到晚經過那裡，但是我真的從來沒有走進去。然後還有很有名的無名刈包，只有我吃過。它整個滷得很透很深，那滷汁是帶一點點甜口的，皮的部分呢是我喜歡的那種 Q 中帶點化的感覺。它這個很棒，其實裡面有淋一些滷肉飯的那個滷肉在上面，所以其實你也不一定要點滷肉飯啊。我跟你講，你這個如果是點外帶什麼的，如果還有剩滷汁的話，你再配一碗白飯，又是另外一餐。瘦肉的部分啊，你不要看它這樣一絲一絲的，其實吃起来還蠻嫩的，不會柴。然後整體它的醬汁呢，還蠻黏嘴巴，就是我們很喜歡吃的那一種。它口味其實算是非常重，所以是可以配非常多飯的那一種。滷肉飯也是非常好吃，就是一樣的肉皮，你放在飯上面，它就是
滷汁混合那個米飯混合膠質，哇，非常的棒。比較小可惜的地方就是，如果飯可以煮得再更好一些的话，我的分數会可以更高。另外，我們很喜歡吃五燈獎的原因，就是因為它的配菜呢，味道都非常的乾淨。像這個高麗菜很甜啊，然後筍絲呢也不會太重口，剛好去到一個解膩的作用。我在懷疑是老闆是不是台南人，因為真的它東西都還蠻甜口的。它筍絲我還蠻喜歡的，因為我蠻喜歡那種帶甜口的那種筍絲。如果你食量夠的話，這家有滷汁的東西盡量點起來就對了。这個油豆腐啊，裡面吸滿了湯汁，超好吃的。這個金針湯啊，像這樣冷冷的天趁熱喝也是非常的幸福。這金針很脆甜哎。我跟你講，它湯也是帶甜的。你等一下吃那個辣蘿蔔，你趕快吃那個辣蘿蔔。你吃。你叫我趕快吃，搞得我好像沒吃過一樣。我覺得你看起來就像一個沒吃過的人一樣。我很喜歡的。它這個很好吃。也是非常的甜口，它這個真是非常的甜口，整個套餐都是。如果你喜歡這種帶甜口的味道啊，這家你可以來試試看。我等一下要去吃一個我很喜歡的牛肉湯餃。小時候有一陣子呢，生活都會圍繞在這個地方打轉，因為每到假日的時候呢，我們就要到這個圖書館裡面去念書。那其實這個新北市立圖書館三重分館，三重人是都叫它中正堂。從我幼稚園開始呢，我就對它非常的有記憶，因為畢業典禮就是辦在裡面的大禮堂，然後這個圖書館呢也是超級大的，所以每次呢就是約同學一起來念書哦，常常還占位置占不到啊。那中午的時候呢，我們就會在這個附近吃飯。吉利牛肉麵，我都吃它的湯餃，因為它的水餃呢真的是很好吃。以前只知道好吃不知道門道，現在一看，它的水餃啊是老麵皮的，而且剛剛看老闆在擀啊，他的手法還蠻特別的哦。沒錯，它是一次擀很多片，而且這個手法很快，好厲害哦。我從國中就開始吃，然後我跟國中同學來吃過，高中同學、大學同學我都帶他們來吃過。然後有一次我朋友就跟我分享說，哦，他媽媽在晚自習的時候呢，常常會給他送飯，然後有時候就會送湯餃。然後呢，他一喝到湯，他就知道說這一間就是他媽媽送的那一間。可是他總是覺得外帶的比較好吃，這是一個很反邏輯的事情。對，他後來想通了，因為呢外帶的話，那個湯餃會泡的比較久，所以那個湯汁的味道都進到這個皮上面去了，所以就很有味道。我跟你講，這一間絕對是應該是你的最愛，因為我從跟你結婚啊，就聽你念過這間好多次了。所以你不吃牛肉對我來說，這是多麼遺憾的一件事情。好，那看看現在是否還保持以前那種感動。好。哦，這個牛肉湯喝下去還是跟以往一樣的好喝，它應該是屬於那種紅燒，可是不帶辣味的，然後也不會太重口，可是喝下去就很有味道。我會蠻容易把一整碗湯呢順的就喝完的那一種。三重的牛肉麵啊，湯餃都這麼划算嗎？它其實有漲過價，這樣我想起來就覺得以前的價格是不是有點便宜的太過分？它現在這個水餃一顆6塊錢。然後你這一碗多少錢？跟大家講。78塊。它其實算一算啊，它就是我點的是小碗的8顆，6、8、48，再加牛肉清湯的30塊，這碗78塊。而且裡面有8顆，還蠻多。而且我其實它這裡面還蠻飽滿。然後我剛剛有偷吃一下那個水餃，因為我自己有點一碗，它的那個皮我還蠻喜歡的。你吃的是酸辣湯餃？對，等一下再跟大家講。我一口咬下去，裡面內餡的甜整個爆發出來。裡面的高麗菜啊跟肉都非常的鮮甜，然後再來是我覺得它用老麵的麵皮非常的聰明，它可以泡在湯裡面很久都不會爛掉。我覺得它雖然不貴，然後小顆，可是吃起來真的是還蠻不錯的。我覺得算是精巧精緻的。怎麼樣？酸辣湯餃也很不錯，對不對？也很不錯，因為我
其實不太喜歡喝酸辣湯，但這家的酸辣湯對我來說，它是屬於那種溫和的，对，味道不会太重。它裡面的料都還蠻新鮮的，所以吃起来你會覺得吃到很多蘿蔔啊，然後它裡面的那些豆腐那種新鮮的感覺，還蠻喜歡的。這家店的口味對我來說呢，就是一種還蠻療癒感，它不會給你太重擊，然後會撫平你一天的那種心酸。我跟你講，這就是在地小吃，你可以天天吃、常常吃。你第一次吃，你不一定可能會覺得很驚艷，可是久而久之，你就是我怎麼每天都來這一家？是會想念的那種味道。我們點了一盤小菜，煙燻豬頭皮，它的煙燻味非常的濃哎。我剛剛吃第一口想說，這什麼味道？後來想到啊，它其實蠻多蒜苗的味道在裡面了，很香。這間真的很佛心，東西也還蠻不錯吃的哦，不錯不錯不錯。你們看那个銀鴨湯的攤子，它也是很多人這邊的共同回憶。那它在這個巷口啊，看起來就非常有一種現在流行的台灣感性的樣子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講，它叫中正堂，一定會很多人一頭霧水，只有在地人才會知道說。沒錯，就我剛剛講的這個圖書館以前呢就叫做中正堂。不過呢，我等一下帶大家去吃另外一間，因為我小時候我們家都是買另外一間，那這一間呢其實也是很好吃，然後我們之後有機會再吃給大家看。是228臭豆腐，它就擺在228公園的周邊。那這間呢，其實是三重的大名攤了，有非常多人來拍過，然後大家也都說很好吃。但我為什麼到現在才來拍呢？其實是，就我印象中應該是小時候有吃過它，然後阿嬤常常買。可是呢，就是我從來沒有到這邊自己來買過，因為都是阿嬤買回去。我覺得這邊最特別一點是，我剛剛排隊排到快到的時候，老闆說：“哎。”你們要內用嗎？我說這裡哪裡有內用？你看我們現在公園都是我的內用區。沒錯，所以你現在拿這一碗就叫做內用的，對，外帶是用塑膠袋裝。沒錯沒錯，我剛剛就看到，奇怪怎麼兩種包裝啊？我就是看到那個塑膠袋裝，我就覺得說啊，對，這間一定就是我阿嬤當初買的，因為我當時還在懷疑說到底是不是這一間。好，你先試試看，是不是這個味道還依舊保持以前那種感動？說真的，我已經忘光光了。它的辣椒有辣哦，我只加一點點，好辣哦。你阿嬤都沒有加辣。那你有想起你阿嬤的味道嗎？它蠻臭，蠻好吃的。這臭豆腐啊，蠻有鑑別度的。除了夠臭之外呢，它那個外面的皮啊，酥脆的，我覺得蠻剛好，吃起來有點像倒瓜吉的口感。我跟你講，你在看它炸的時候，你就想說應該會很硬、很刮口，不會。它那個皮呀，是像表面。然後很細緻的酥酥的那種感覺，很好吃哎，超級好吃哎。對，然後裡面呢豆腐也蠻扎實的，很有豆香味。哦，如果人家問我說好吃的臭豆腐，我一定會推薦這一間。哦，這樣的話，這個是我很喜歡的那種。我覺得我一直來看去拍它是有點近鄉情怯，就是怕跟以前吃到的印象不一樣。哦，我是第一次吃，我覺得非常的驚豔哎。這家臭豆腐還有另外一個特色，就是你在旁邊看老闆裝東西的時候，他那個泡菜啊，就是根本就像小三一樣，湯匙不手軟，一碟一碟一碟的一直加進去這樣子。我覺得它的泡菜應該是人家3到4倍的分量。我覺得我買這份臭豆腐50塊，大概有30塊都是買泡菜。我跟你講，你吃它的泡菜很好吃，那個看起來就像是它自己醃的，然後因為量很大，所以是沒有很久之前醃的。我不喜歡那種太酸的，它不會太酸，真的超好吃，難怪它泡菜要給那麼多，因為就算它不給那麼多，大家也會要。我個人喜好程度啊，我覺得這間臭豆腐我可以給到92分。很好吃，超級好吃。我跟你講，它這個臭豆腐非常會吸汁，不管是它的皮呀，還是它豆腐體啊，都非常會吸汁。然後那個汁啊，又不會太重口味，很好吃哎。你現在看這個畫面，它根本就是一碗臭豆腐沙拉嘛。而且我剛剛已經吃了3、4口的泡菜了，還剩那麼多。好。
家呢，它就叫做紅豆花生湯圓，在大同南路的市場口，然後也是我從小就吃到大的。每次到冬天的時候呢，我爸就會去買回來。那我印象中呢，就是它是屬於那種比較甜的。我現在吃過很多了，而且比較不愛吃甜的。我現在來吃未必會覺得說很喜歡，但是這是我小時候的味道。冬天天冷呢，你就是要吃很多熱量來補充，就會覺得很開心。我剛剛看到很多人都點那個花生尬紅豆。對，這邊有一個特色，就是說它有紅豆湯、花生湯、綠豆湯，然後你也可以點紅豆花生湯，2種湯加在一起。綠豆花生湯也可以，對不對？好，那我们先來試試看嗎？就是這個味道，幸福的滋味。它在這邊冒煙，然後非常的滾燙，你這樣喝下去就會覺得馬上暖和了起來。這一碗都是70塊錢，你要加料不加料都是70塊錢，所以當然是要加料啊。我剛剛已經喝了，非常超級無敵好喝了。它的圓都這樣好軟好軟，然後花生也是好綿好綿。它的綿中啊還帶一種鬆的感覺，所以咬下去馬上會鬆掉破掉的感覺，可是很好吃哎。哇，它上面啊帶一層那種油油亮亮的東西。這種最香了，因為那個應該是花生透露出來的那種油脂真的很香哎。我本來來之前啊，沒有什麼自信跟大家推薦，想說只是告訴大家我小時候吃過了哪一些東西，然後跟大家勾起一些共同回憶。但我現在坐下來吃到之後，我就覺得說沒有，我一定要推薦大家來吃，這件好好吃哦。真的就是很多人都會說啊，我小時候吃到大的東西最好吃。的確這個就是有那種資格哦。當然我自己是有回憶加持啦，歡迎大家來幫我驗證看看。我跟你講啦，我光看他用瓷碗啊，我就知道這間一定好吃的。還有一點就是，你現在很少能夠坐在這種熱餐車前這樣子吃一碗甜湯了。是二哥四神湯，來這邊呢，我都會點一碗四神湯配一個刈包。你看它的刈包啊，超大一顆的。不過講到三重的刈包呢，大家都會想到那間很有名的無名刈包。但是因為我呢，就是從大學的時候呢，意外的發現我家附近的這一家店，然後之後呢，只要我姑姑在家，我都會問她說，你要不要吃刈包？然後我就去買2個回家，一人1個，吃得超飽的。其實無名離你家比較近以前我要去找你的時候，我都會先吃1顆。沒有，那是因為你順路，這間離我家才比較近。哦，不過以前那個無名啊，我去的時候完全沒有人，完全沒有名。對，這一間我沒吃過，我來吃吃看。好，吃吃看。哇，這個真的是大到會落耳海的那一種。那怎麼吃？我跟你講，我小時候啊，常常吃漢堡或是很大顆的刈包，然後嘴巴張到最大的時候，然後下巴抽筋。你知道下巴抽筋的感覺嗎？我知道，因為我也有過。在你的下頜，然後它會凸起一塊這樣子，然後還要把它喬回去，要把它推回去，不然它凸出來，哇，好痛苦啊！對，這個刈包我剛拿到的時候超燙手的，然後你一摸就知道那個觸感，就是刈包的皮很軟 Q。然後再來是它非常的大，我覺得它大概有我的半個臉大了。這應該有大部分正常刈包的1.5倍。這裡面的滷肉呢也是非常的大塊，快要滿出來了，半肥半瘦的那個皮啊非常的 Q。那滷汁呢也是帶點甜口的。我跟你講，我剛剛湊近要咬的時候啊，我聞到那個米酒的香味在裡面。它旁邊四神湯可能酒加蠻多的，所以滲透到這邊來了嗎？其實它整個口味都是蠻豪邁的，除了說這個控肉呢滷得很透之外呢，它的花生粉也加了很多，所以你可以吃到那種堅果的香氣跟糖的那種甜味。我跟你講，它香菜加超多的，有些人很愛，有些人很不愛。這麼說吧，它就是屬於一個豪邁系的刈包。我覺得很可以哦，這間很可以，非常行。那你覺得無名跟這個哪個比較好吃？我的印象中，我覺得這個沒有輸哦。因為我沒有吃過無名，我無從去評斷。但是我覺得單吃這個的話，絕對也是會讓你滿意的。它的肥肉非常的肥，吃的是會化掉那種，但我不確定大家能不能接受那麼肥的。很愛肥的話，一定會很喜歡。我是絕對不會膩口的那一種。
有看到瓷碗？我們剛剛在拍特寫的時候啊，根本就是有點撈不到湯的感覺，整碗都是料超級多的。它料多到會你在撈的时候整個卡住，而且它裡面有一塊肉。很大一塊，它直接是完全卡住整個碗。先說不保證是每一碗一定有，但是我印象中，我以前每次喝四神湯，它的料就是這麼滿。你給大家看它那個蓮子，哇，夠大粒唄！它這應該有將近八寶湯的那種料了，對不對？這一碗啊，豬小腸都快要比薏仁還要多了。你有看過這樣的四神湯嗎？比較少啊，有是有，但是真的比較少。我剛剛每一種都先吃過了，就跟我印象中一樣的軟嫩，然後一樣是非常新鮮、沒有腥味的，非常喜歡。那剛剛看到老闆在倒料酒的時候，我就覺得哇，這一碗一定是我喜歡那種。這好像有點廢話，因為我本來就吃過它。它那個料酒瓶裡面呢是有一點點中藥的，所以這個湯喝起來有點枸杞味。它的小腸啊都處理得非常的乾淨，腸子類都處理得非常乾淨。來吃一下這塊肉。我第一次在這種湯裡面碰到是有一塊這樣的肉的。其實我也是第一次，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每碗都有。可能我們今天有拿相機福利吧，有一塊這個肉這樣子。它的薏仁跟蓮子呢，都還有保持它的口感，但是又不會讓你覺得不好入口。我覺得很優秀哎，我覺得如果你推薦朋友，我覺得是不會丟臉的那一種。我是珍藏了那麼多年才第一次拿出來。加個湯，加個湯。好。我剛剛老闆跟我說。喝完湯可以加啊，整個超感動吧！我們又得到一碗全新的湯了。哦，好讚好讚！我喜歡喝很燙的，首先要先喝。哇，這個滿滿的酒精感，剛老闆聽到我們說，覺得他的藥酒很讚，就下手很重，幫我們加了很多。哇，他真的是這樣子，直接規罐倒落呢。哇！然後你看，就是這一罐。是三重牛乳大王，一樣是我們小時候的回憶。以前呢，就禮拜三半天的時候，我們都會跟朋友有沒有，然後從學校開始出發，然後就一路走去逛美華泰，然後就順着過來這邊有唱片行何家人，最後呢就是會來三重牛乳大王呢吃個小點心，一人點一杯木瓜牛奶啊，然後吃個雞排，可能2個人一起吃1份吧。小時候沒有那麼多零用錢。這個算是我小時候呢少數願意喝的木瓜牛奶。其實我蠻討厭吃木瓜的。我以前最愛喝木瓜牛奶，在那個劍潭橋下，有沒有？承德橋下啦。混蛋老闆。沒錯，我最愛就是那一間。我猜應該很多人回憶都是那一間。我記得我小時候，我們家附近也開了一間三重牛乳大王。我想說奇怪，怎麼這裡明明是石牌，為什麼三重牛乳大王？然後我吃到最感動的東西也是雞排，我們今天有點，不過我今天就想說不要講，因為我是雞排不切派，然後你是雞排切派，因為他剛剛問你的時候說切，因為它很大塊，如果不切的話，這樣吃真的很不方便。我跟你講，吃雞排就是這樣咬下去，然後把肉這樣子撕開那種感覺，用咬的感覺才會好吃，你知道嗎？哦，不知道大家是哪一派，切還是不切派？你忘記我剛剛說我們是跟同學2個人一起點1份嗎？哦，就一起啊！我跟同學也都是，大家咬一口，你咬一口，我咬一口。我沒辦法。對啊，還是跟小時候吃到的一樣多汁。它的胡椒粉呢是有那種淡淡的中藥香氣的。我跟你講，當初啊，因為我以前住石牌嘛，從小在石牌長大。然後呢，這一間剛開，它最有名的就是有牛乳大王我要去買雞排，它最有名就是雞排。然後反倒是這個木瓜牛奶是其次，因為我去都是點珍珠奶茶，大家應該也是這樣吧？我喜歡叫半糖了，這樣喝起來不會太甜，又可以稍微壓過木瓜的腥味。它裡面呢可以喝到小碎冰，我覺得這樣很好，有點口感，你喝起來才不會就是覺得有點怕怕的。哦，這也是我喜歡的那種，我好想要在裡面加個蛋黃。然後我現在想要就是混蛋老闆啊。基本上呢，我們的大半個童年就是在這一帶去度過的，所以我們就是小時候從美華泰一路順過來，
唱片行、何家人，然後我們也會去媽媽說不要去的天台。那可是其實去過幾次之後呢，你有覺得那邊沒什麼，根本就不好玩，不會想要再去了。然後小時候呢，天台上面還有旋轉餐廳，媽媽常帶我们去吃，然後現在已經沒有了。我覺得那應該也是大家共同的回憶，畢竟呢，那個時候旋轉餐廳真的是非常的流行。媽媽不是叫你們不要去，還帶你們去。我們來總結一下，今天呢就是做一個過年前的主題。那過年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習俗呢，就是回娘家。那今天呢，就是帶大家來看看我娘家附近我小時候從小吃到大的回憶。其實我們常常東奔西跑啊，然後去到各個地方呢，大家就會來留言說，那是我回娘家的時候都會吃的美食，那是我娘家附近什麼什麼好吃的東西。那我們有時候看了呢，也覺得還蠻感動的。那今天呢，就換我們來吃我娘家附近的美食給大家看。那說真的呢，大家有时候推薦的娘家美食，不一定我吃我會覺得合口味，或是覺得超好吃。那同樣的，我今天也不掛保證哦，畢竟呢，我吃的是我的回憶。那我推薦給大家，我也不保證大家一定會喜歡，可是可以来試試看啦。不行，我覺得你一定要有自信。我娘家的美食才是世界上最強的。好，我今天推薦的東西呢，都是我覺得很好吃的，大家一定要來試試看。不行，要說全世界最厲害的，這個有點太誇張了，廣告不實吧？好了，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啦。歡迎大家來跟我們分享你娘家附近的美食。那也許我們之後有機會呢，就再去拍一集哦。那就先到這邊嘍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